今天杨振宁先生去世了，长久以来坊间对这位改变了整个人类认知方式的巨匠都停留在了各种流言蜚语上面，因为他跨时代的理论贡献和目前为止依然后无来者的理论高度是无法通过像卫星、导弹、粮食或药品这样的载体被社会大众所感知的。他身故的新闻上最高的头衔似乎就只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实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定义其理论贡献之卓绝的标签。他获得诺奖的宇称不守恒只是他所有理论框架里很小的一个部分，就像爱因斯坦获得诺奖的理论是光电效应而非相对论一样，其实诺奖在物理学界根本没有能力理解并定义真正开辟了人类认知前沿的巨擘能有多伟大的。杨振宁先生的规范场论实际上是给全人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粒子世界的完整理论框架和数学工具，在这个框架和工具的加持下，全球的科学家们才构建出了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并用这个模型最终理解了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最微观处的规则。如果说爱因斯坦带领人类认识了物质的最大最快的宇宙尺度上的现象，那么基于杨振宁先生的理论则构建了粒子世界的一砖一瓦，而且这个理论并非是弦理论那套纯粹的推理理论，之所以称其为标准模型，是因为杨振宁先生的理论是可以被实验结果验证的，从提出至今，理论的预测和实验的数值从未出现偏差，在电子的反常此举实验中一直精确到小数点后12位，没有误差。那套被生活大爆炸捧上神坛的弦理论，其实只是依托于杨振宁先生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构建的一套假设性的对世界的解释，还是解释都没太解释清楚，又无法通过实验结果验证的一套框架而已。可以说杨振宁先生的理论对于全人类的认识意义深远。如果说伽利略提出这个世界是可认识的，随后牛顿带领人类认识了这个世界，爱因斯坦让人类的认识穿过时间和空间的感受触达了宇宙的终极，那么杨振宁先生和以他的理论为核心建立起的标准模型，则是带领全人类第一次清晰准确地认识了物质，将人类对于物质的认识维度拓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在他面前，霍金更像是个西方为了不丧失对理论物理的话语权捧出来的网红。就像我之前嘲讽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30年里颁给了西方上百位的科学家，结果科技成果在西方几乎是毫无进展，还有人跳出来嘲讽说文科生不懂理论研究的价值。呵呵，杨振宁先生之后，人类物理学界就再也没有过同样分量的理论突破。现在全球的理论物理研究都还在继续靠着他的理论点亮的明灯，在认识世界的黑暗中不断摸索，要么诺奖就该拆了他自诩为人类文明成果最高赞誉的牌坊，要么就该认识到诺奖得主参差不齐。杨振宁先生的贡献远不只是一个诺奖可以评价的，他的贡献是对于全人类的，也是划时代的。只是理论研究总是那么的抽象，在一切的为国为民的贡献里，最尖端的理论突破是难以被传颂和具象化的认识的，而西方难以在学术上动摇杨振宁先生的影响力，自然逐一就打到了生活上来。当他们无法否定一个人的贡献的时候，就否定掉这个人，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于是这位时代的物理学巨擘归国之后，就常年被关联在了坊间的八卦里，真是讽刺又唏嘘。实际上他当年留在美国，对于他自己而言也是时代中不得已的选择。他曾经坦言，加入美国籍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实际上杨振宁先生学成之后就已经是冷战的最严重的时期了，想利用美国的学术资源取得研究成果，就必须要以美国籍的身份，否则寸步难行。71年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他敏锐地抓住机会，成为美国对华解禁之后首位到访的科学家。这次访问不仅让他重建故土，更促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行动。向周总理建议重视基础科学，推动中国科大少年班的成立，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力证钓鱼岛属于中国。杨振宁先生对于我国理论物理的人才培养和建设的贡献贯穿始终。回国之后也坚持给清华的本科生们上物理课。96年，他捐出积蓄与房产，协助清华大学创建高等研究院。他四处游说募集资金，吸引了陈省身、姚期智等顶尖学者回国，使清华在理论物理领域迅速崛起。03年在妻子杜志礼去世之后，他立即选择归国。他的妻子是抗日名将杜聿明的女儿，大家最近看了《沉默的荣耀》，
应该能了解到有些时代的无能为力和无法言说。杨振宁先生回国之后就住在清华赵兰苑那边的小院里，大家要是去过清华文创，就在那附近。他将小院取名为归根居，作诗归根以明志。诗云：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正是他死后数十年为中国科学发展战略导航的生动写照。而他的导航从今天中美关系开始直接竞争的角度来说，可谓是至关重要。他一直强调要始终立足于国家的现实需要，平衡发展的科学观，坚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能带动全局的关键领域，这不是句空话。随着杨老的理论被全球理论物理学界奉若圭臬，2000年后中美关系比较和睦的时期，美方曾经对我们提议要我们出钱，美方出技术，建设超大的粒子对撞机，这也是验证他理论的最有效的工具。当时美方给出的预计投资经费是200亿美元。实事求是地说，这对于杨老所在的项目上的学生来说是多么大的一笔资源呢？但是杨老坚决反对，他明确地告诉高层，就让西方人自己去验证。他从成本、产出和对其他关键学科的挤压等理由来说服高层，说我们自己不要干这个事情，保持清晰的战略思路，去建设可以快速应用到产业上的研究项目。历史走向也验证了他这一远见。他倡导的凝聚态物理在21世纪成为物理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我国在此领域取得了超导、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世界级的成果，使中国迅速跻身国际前列，应用遍布材料创新、核磁以及核聚变等领域。他早年对信息科学的支持，也为中国在信息技术时代的追赶埋下了关键的伏笔。实际上，任何一个在学术界工作的人都明白，在当时，如果不是杨老自己反对，其实没有人会反对这样一个理论上绝对正确且除了性价比低并没有任何问题的事情。正是杨老对于国家科技资源投资回报率的极致考量，才校正了航线，为发展中的中国如何高效地配置资源，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提供了宝贵的决策框架。杨老一直以来都秉持着非常务实的科研发展的策略，不与西方在成熟的赛道上进行消耗战，而是集中资源在新兴有望领先的方向上求得突破。可以说，这为我国现在下饺子一样的科研成果落地奠定了重要的方向基础。于是就有了西方几百位诺贝尔物理化学奖得主该有的科技进步却毫无寸进的结果。杨老自己提出的顶尖领军人才的能级倍增效应，被中西方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同时证明了。杨振宁先生也一直致力于改革中国科研体系。前面提到，他捐出全部的家财创办的清华高等研究院，改造了普林斯顿模式，一方面确立了学术质量分为第一的原则，保证学者享有不受经费、论文、指标约束的高度学术自由；另一方面，反复强调要跳出普林斯顿的纯理论的不落地的现状，要求拓展交叉学科，必须注重与国内的科研需求的衔接。这跟前面我提到的考虑性价比是一脉相承的。请那些给我留言说诺奖肯定的是理论创新的朋友们出来走两步，不落地创新要做什么呢？要承认，钱学森先生和杨振宁先生两位泰斗的存在本身就彻底地打破了西方对于我国理科和工科的话语权的垄断，全世界都没有比他们更权威的泰斗了，自然在研究方向、理论创新以及成果阐述上面都以最符合我国的实际需求和根本利益为最高目标。相应的，在文科领域，由于没有像理科和工科这样一个可以被客观检验的标准，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有大师，都抢不回相应的话语权，自然从学科设计到人才培养都被动很多。国士无双说的就是这个，坐镇中军，决胜千里。如今我国在制造业上的很多重要突破都离不开杨振宁先生在学科设计和人才培养上几十年的坚持和付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加盟清华设立的姚班，正在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崛起不断的输送人才。杨老开创的少年班模式正在成为我国探索培养新型前沿学科人才的重要制度抓手，而他今天离开了我们。他对于全人类的贡献会随着时间愈发闪耀，我相信只要人类尚存，他的理论高度就难以湮灭。而他对于这片故土和同胞的贡献，希望能以此文描述于万一，希望那些蓄意为之的流言蜚语可以消失于他为全人类所创造的光辉之下。历史最终会更加细致地留下对您的评说。一路走好，杨振宁先生，千古。